Hello， 大家好，我是怡元，今天跟大家解释一下新的奥西里斯联赛规则到底是怎么样的。因为这一次的分配方式呢，跟以往的有点不同。我看了国服的公告也是这样子分配的。那么上面一大堆废话我们就不看了。首先你们要知道的就是这一次的赛季王国会被分成4个种子池。在分配了4个种子池之后，就会随机抽签，然后组成3个战区，有包括荷鲁斯战区、阿努比斯战区，还有贝斯特战区。由于是平均分配的关系所以这3个赛区的王国数量都会接近相同。但是这个规则只限于在征服赛季的王国，如果那些不是在征服赛季，比方说在 KVK 1到 KVK 3的王国，他们全部都会在索贝克战区。就是说这一次的奥西里斯联赛依然还是分成4个战区，只是最后一个战区是不属于征服赛季的。那系统要怎样去分配这4个种子池呢？是根据上个赛季最后成绩的结果来进行分配的。就比方说第一个种子池是根据上个赛季各联赛4强所在的王国，我这边画面上所显示的就有包括上个赛季4强的联盟，里面就有包括1188、1093、1846、1316这4个王国就会分配到第一种子池。上个赛季的4个战区全部都一样。那么为什么官方突然之间用这个方式来分配他们的种子池呢？如果官方再不用这个方式来分配的话，第一赛区全部都是一些很厉害的联盟。如果这个赛季根据旧的奥西里斯联赛规则来进行分配的话，也就等于说这一个赛季的第一赛区将会有960、1093、2489、1365、1846、1316这些全部曾经都是很强的联盟都会在第一赛区。重点是如果是把这些强的王国联盟全部挤在第一个赛区的话，就会变成第一赛区的冠军质量会比较高一点，然后其他赛区的冠军质量都不太行，可能到了冠军巅峰赛的时候就没有什么看点了，所以官方这样子分配是合理的。像我们刚刚讲了第一种子池，接下来就是第二种子池，就是第5强到第16强所在的王国。第3种子池就是上个赛季17到32强王国。第4种子池就是其他剩余的征服赛季王国。就是它以这样子的方式来区分之后，你们不管是在哪个赛区都好，都会看到有1、2、3、4个种子池的玩家。那么分配到种子池这个是已经固定了的，但是他们会被区分到哪一个赛区是不固定的，官方会以抽签的方式来分。就是说在以往的奥西里斯联赛呢，都是1365会碰到1093嘛，有可能经过了这一次的抽签之后，93跟1365这2个王国会分开，不在同一个赛区了，甚至有可能1093和2489在同一个赛区也说不定。所以某个程度上来说，这一次的分配方式呢，有一点类似像开盲盒，也是让我们感到比较惊喜。不过也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分配方式呢，就变成某一些王国的冠军宝座得以保留。因为我觉得官方应该会把上个赛季4个战区的冠军分开。上个赛季的冠军就有包括1960、3227、2748还有1093，我觉得这4个王国应该会分开，除非官方并没有去区分这4强谁是冠军、亚军、季军、殿军，他们全部混合在一起抽签的话，那有可能93会跟960碰面。在我们看了种子池的区分之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些其他的规则。然后这边就有提到，如果你上个赛季联赛中一个王国里面有多个联盟获得排名的话，只会按照最高联盟排名划分对应种子池。就比方说960有 MX 还有 GT 嘛，但是 MX 它的那个排名拿到没有这么高，可能在4强而已，但是 GT 它可能拿到冠军了，它就以冠军的方式来进行分配。如果在上个赛季联赛中获得32强，但是王国仍处于非征服赛季，就会被分配到索贝克战区，就是 KVK 1到 KVK 3的那个战区，他不管你到底有没有进入32强，所以在上个赛季第4赛区的王国都会比较大概率在索贝克战区。接着其他的规则，我没有想到这一次部队规则都有了。第一点，玩家只能携带基准部队进入联赛战场。那什么是基准部队呢？第2点有提到，在报名截止之前，参赛联盟最后一次确认参赛人员名单的时候，参加比赛的玩家的部队将会视为基准部队。如果玩家在休整期间被选为参赛人员，则被选择的时候部队视为基准部队。官方这样子限制是为了不要让一些玩家他们特意移民到某一些王国，比方说征服赛季去拿到一些比较强的统帅。在联赛过程中，玩家可以刷新目前部队战力。如果玩家部队战力高于基准部队的战力，
则目前部队成为新的基准部队，就是说它可以高于，但是如果你的战力小于基准部队的话，就会保持不变。就是说不管怎样，系统将会拿你那个战力比较高的数据，如果你变低了打 KVK 掉了战力的话，它是不理会的。玩家在医院中重伤的部队还有英灵殿的阵亡部队不会计算在基准部队里面。在进入奥西里斯联赛的时候，医院还有英灵部队是没有办法进入战场的，这个跟我们一般的埃及之战一样。只不过你们在报名的时候要注意啊，尤其是那些最近要开始准备 KVK 的王国，如果你们的医院还压着的话，最好调整一下。总决赛赛程规则，总决赛将会以3局2胜制来进行比赛，然后3轮比赛都会在同一天进行这个有一点累啊。像以往的比赛呢，可能就是打2天了，假设真的有第3场的话，可能会变成第2天，比赛也可能比较晚了，又或者是时间比较长的关系啊。不过他们会安排在同一天进行，我觉得是为了要保留参赛人员的操作手感啊，因为你今天打跟明天打的那个操作有一点不太一样的，所以只要进入 BO3 真的打3场的话，就会在1天里面进行。在半决赛结束之后，进入决赛的联盟将会有1天的休整期，联盟官员和盟主可以在这个时间之内调整比赛的时间还有优先级，能够选择的时间依然还是3个时刻，不过只是调整时间而已，不能调整参赛人员名单。在总决赛的时候，如果其中一方获得2轮的胜利，就会直接宣布胜利，不需要打第3场。如果双方都可以获得第3轮比赛单场获胜的奖励，在总决赛期间，玩家可以进行每一轮的比赛胜负竞猜以及总胜负竞猜，不能进行单项竞猜。若3轮的比赛为轮空，将会返还玩家在第3轮比赛投注的竞猜金币。最后其他规则，只有联盟官员或者是盟主可以进行报名，然后所提交的参赛人员名单不可以少过15个人。如果比赛中出现比赛积分相同的情况，将判定报名时总战力比较高的联盟为获胜方。如果整场比赛双方的分数都是0，将会把双方都判为失败，没有胜利方，也没有办法获得比赛积分。如果在比赛期间移民的玩家就会被踢出原本联盟的参赛名单，并且在后续无法获得原本联盟在奥西里斯联赛所获得的联盟奖励还有个人奖励。以上就是这一次奥西里斯联赛的规则，基本上国服的说明也是一样的，所以各位你们直接看我这个影片就可以了。只是我没有想到国服的规则也是跟着改了，因为国际服真的太多比较强的王国全部挤在第一个赛区了，所以一定要用这个方式来分配。不过用这个方式来分配之后，可能某一些玩家会不太满意，尤其是针对第3赛区的王国，可能他们想着说，那些比较强的王国全部都是去第2或者是第1赛区了，那么我在第3赛区就有机会可以获得冠军。但是没有想到规则改成这样子，又或者是某些王国的玩家可能他们都已经想好要一起移民到某一个王国，建立一个新的联盟，然后参加奥西里斯联赛。本来想着说可能可以稳赢拿到冠军的，结果又变成这样子的规则。假设有这样子想法的联盟，我觉得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去到索贝克战区而已，因为在前面3个赛区都有可能会遇到一些比较强的联盟，所以会比较危险一点。各位在看了这一次的比赛规则之后有什么看法呢？你们觉得以前旧的分配赛区会比较好，还是这个新的版本会比较好一点？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如果哪一些错误的地方，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